在20世纪早期，固定翼飞机成功发明之后，当时的海军大国便开始尝试在战列舰和巡洋舰等大型水面舰艇上起飞固定翼飞机。到了二战时期，航空母舰的出现彻底改变了海战的格局，舰载机则成为当时最强大的海战武器。随着航空母舰的发展，舰载机的类型已经不仅仅局限于战斗机和固定翼飞机，但是舰载战斗机依然是航空母舰最重要的武器单元。现代的舰载战斗机通常具备执行多种任务的能力，既可以担任对海、对地打击任务，也可以进行空域巡逻、区域侦察、空中管制，甚至电子战任务。目前世界现役的舰载机主要包括美国的 FA-18E/F 超级大黄蜂战斗机、F-35B 和 F-35C 闪电2型战斗机，英美联合研制的 AV-8B-12型战斗机，法国的阵风 M 战斗机，俄罗斯的米格29K 和苏33，以及我国的歼15战斗机。作为后起之秀，歼15拥有非常出色的气动力布局，搭载了非常先进的航电系统。作为我国第一代舰载战斗机，歼15的性能如何，优势何在？下面就让武器沙漏与您一同走进我国的歼15重型多用途舰载战斗机。美国的超级大黄蜂战斗机于1999年投入使用，采用双发布局，拥有单座版和双座版，单位成本在5000万美元左右。目前仅由美国、澳大利亚和科威特使用，总产量在600架左右。超级大黄蜂于1995年首飞，自1999年投入使用后，用以取代美国的 F-14熊猫战斗机以及 A-6入侵者攻击机。超级大黄蜂是一种多用途舰载战斗机，既可以执行对空作战，也可以担任对地打击角色。超级大黄蜂战斗机是在黄蜂战斗机的基础上改进而来，体型较黄蜂更大，航电系统也更为先进。最初的超级大黄蜂由美国的麦道公司生产，在1997年之后由波音公司接手。超级大黄蜂具备空中加油能力，拥有比较优秀的气动力布局。虽然不具备隐身性能，但是通过电子战设备、机身优化设计等方式来减少雷达反射面积。尽管 F-35战斗机已经投入使用，但是超级大黄蜂依然是目前美国海军舰载机的绝对主力机型。美国的 F-35C 于2019年投入使用，采用单发布局，仅拥有单座版本。F-35C 是美国海军的舰载机版本，不具备垂直起降能力，但是机翼可以收折，单位成本在9500万美元左右。目前仅由美国海军和海军陆战队使用，总产量在170架左右。F-35C 的主翼和尾翼面积更大，起落架和机身结构也得到了强化，未来将逐步取代一部分老化的超级大黄蜂战斗机。F-35C 由美国的洛克希德马丁公司生产，是目前世界上唯一一款现役的第5代舰载战斗机。F-35C 是一种多用途舰载机，可以执行空中支援、对地攻击和目标拦截任务。其引以为傲的特点是具备比较强的隐身性能，显著的缺点是载弹量较少。经过几次机身组建升级后， F-35C 的中央计算机处理器性能和内置油箱容量得到了升级，令电子战能力和作战半径得到了一定的提升。美国的 F-35B 于2015年投入使用，是 F-35战斗机中唯一具备垂直起降能力的型号，单位成本约1亿美元。F-35B 的主要使用者为美国、日本、意大利、英国以及新加坡。F-35B 具备垂直起飞和降落的能力，但通常情况下仅采用垂直降落的方式，而很少使用垂直起飞的模式，因为垂直起飞的耗油量非常大，对载弹量有着严格的限制，而且会令作战半径大为减少。与其他版本的 F-35相比， F-35B 的油箱容量
大约是 F-35A 和 F-35C 的2/3，在作战半径上具备一定的弱势。AV-8B-12由美国的麦道公司和英国宇航公司联合研制，于1983年投入使用，各方面的性能已经落伍，而且故障率比较高。目前仅由美国、西班牙和意大利使用。12具备垂直起降能力，参与了美国在阿富汗和伊拉克的多次行动，目前正逐步被 F-35B 战斗机取代。法国的阵风 M 是阵风的舰载机版本，于2004年投入使用。阵风 M 拥有加强的机身结构和经过重新设计的起落架。阵风在现役舰载战斗机中的体型相对较小，但是拥有不俗的载弹量。凭借其优秀的气动力布局设计，还具备比较出色的低速可控性，令其在甲板起降时获得较好的稳定性。俄罗斯的米格 29K 是俄罗斯的第4代舰载多用途战斗机，于2010年投入使用，目前仅有俄罗斯和印度使用。米格 29K 与标准版的米格29有许多不同之处，包括加强的机身组件、性能更先进的雷达系统，以及经过改良的进气口设计。目前米格 29K 是俄罗斯最先进的舰载战斗机。俄罗斯的苏33战斗机于1998年投入使用，是一款单座双发多用途舰载战斗机，量产机的数量在24架左右，全部于俄罗斯使用。苏33是在苏27的基础上改建而来，拥有更大的机翼，具备空中加油功能。苏33的体积比米格 29K 更大，但是采购和使用成本也更高。由于缺乏资金进行升级和改进，苏33战斗机正在逐步被米格 29K 取代。我国的歼15战斗机于2012年投入使用。虽然起步稍晚，但是拥有很强的后发优势，在机身结构设计、航电系统、武器配备等方面均得到增强。歼15是一款30吨级的重型双发舰载战斗机，在载弹量和战斗半径上都具备一定的优势。虽然目前还采用滑跃起飞的方式，但是不久将采用电磁弹射起飞，载弹量和燃油携带量将获得进一步的提升。比较而言，中俄战机在吨位和体型上要明显大于欧美战机。歼15、苏33和 F-35C 的最大起飞重量均超过了30吨 ，F-35C 接近32吨，苏33约33吨，歼15为32.5吨。超级大黄蜂的最大起飞重量接近30吨 ，F-35B 约为27吨。阵风 M 和米格 29K 则均为24.5吨。12的最大起飞重量仅为14吨。在有效载荷方面，表现最好的是阵风，能够达到9.5吨。其次是 F-35C 和超级大黄蜂战斗机，均在8吨左右。歼15与 F-35B 和苏33基本在6.5吨左右。俄罗斯的米格 29K 较少，仅为4.5吨左右。12最少，在2.2吨左右。
F-35B 长约15.4米，翼展约11米，空重约14.7吨，内部油箱容量约6吨。F-35B 采用单发布局，配备了一台美国普惠 F-135系列发动机，以及一套英国罗罗公司提供的升力系统。常规推力约120千牛，后燃推力约182千牛，悬停推力约181千牛。F-35B 的最大起飞重量约27吨，有效载荷约6.8吨，作战半径约500海里，极限航程约900海里。F-35B 升限约15200米，极速约1.6马赫。1.2长约14米，翼展约9米，空重约6.7吨，内部油箱容量约3.4吨。1.2配备了一台英国罗罗 F-402系列涡扇引擎，最大推力约105千牛。1.2的最大起飞重量约14吨，有效载荷约2.2吨，作战半径约300海里，极限航程约1800海里，升限约16000米，极速约0.9马赫。阵风 M 长约15米，翼展约11米，空重约10.6吨，内部油箱容量约4.4吨。阵风 M 采用双发布局，配备了2台法国斯耐克马 M882型涡扇发动机，单发最大推力约50千牛，后燃推力约75千牛。阵风 M 的最大起飞重量约24.5吨，有效载荷约9.5吨，作战半径约1000海里。极限航程约2000海里，升限接近16000米，极速约1.8马赫。米格 29K 长约17米，翼展约11米，空重约13吨，内部油箱容量约4.6吨。米格 29K 采用了双发布局，配备了2台俄罗斯克里莫夫 RD33系列涡扇引擎，单发推力约53千牛，后燃推力约88千牛，最大起飞重量约24.5吨，有效载荷约4.5吨，作战半径约460海里，极限航程约3000海里，升限在17500米左右，极速约2马赫。苏33长约22米，翼展约15米，空重约18.4吨。苏33采用双发布局，配备了2台俄罗斯土星科研生产联合体出品的 AL31型涡扇引擎，单发推力约75千牛，后燃推力约126千牛，最大起飞重量可以达到33吨，有效载荷6.5吨左右，作战半径约360海里，极限航程约1600海里，升限在17000米左右，极速在2.1马赫左右。我国的歼15战斗机长约22米，翼展约15米，空重约17.5吨，采用双发布局，配备了2台涡扇10系列引擎，单发推力约90千牛，后燃推力约132千牛，最大起飞重量约32.5吨，有效载荷约6.5吨，作战半径约800海里，最大航程约1900海里，升限在2万米左右，极速可达2.4马赫。从航电水平上看，俄罗斯的米格 29K 和苏33已经稍显落伍，英美联合研发的1-2战斗机基本已经退居2线，能够代表美国舰载战斗机最高航电水平的当属 F-35B 和 F-35C 战斗机，两者均配备了一套非常复杂的任务处理系统，能够将机身的航电设备与传感器系统收集到的信息进行统一处理，以提升飞行员的动态感知能力。机上配备了由美国雷神公司提供的 AN/APG-81型有源电子扫描阵列雷达，
由英国贝仪系统公司提供的 ANASQ239 型电子战系统，以及由美国诺斯洛普格鲁曼公司提供的多功能孔径雷达。此外，还拥有较为先进的光电瞄准系统、通信导航系统、目标识别系统等等。ANAPG81雷达的理论探测距离可能超过80海里，具备在复杂环境下同时处理多个目标的能力，整体的性能比较先进。美国的超级大黄蜂战斗机在航电系统上经历过现代化升级，目前较为先进的版本配备有 ANAPG79型有源电子扫描阵列雷达，探测范围在80海里左右，具备多目标跟踪能力，也可以通过携带电子吊舱来增强动态感知的能力。法国的阵风战斗机内置了一套综合电子战系统，部分机型配备了主动电子扫描阵列雷达系统，理论搜索范围在100海里左右，具备多目标跟踪能力，并强化了对隐身目标的识别。我国的歼15采用了国产的航电和雷达设备，由于问世较晚，反而采用了较为先进的设备和技术，通过搭载电子吊舱，能够令自身的航电水平得到进一步强化。从武器配置上看，俄罗斯的米格 29K 拥有8个挂顶，载荷 4.5 吨，较具威胁的武器包括俄罗斯 277中程空对空导弹和 KH-35亚音速反舰导弹等等。277中程空对空导弹的射程在80到190公里左右，极速4到5马赫，能够做出超高难度的机动动作，被誉为是最难以规避的空对空导弹之一。KH-35亚音速反舰导弹的射程在130公里左右，极速0.8马赫，主要用于攻击中小型海上目标。俄罗斯的苏33战斗机拥有12个挂点，载荷 6.5 吨，虽然拥有不俗的火力配置，但是其航电系统几经落伍，而且采用滑跃起飞时无法满载燃油和弹药，其火力优势也得到削弱，未来可能被逐步淘汰。法国的阵风 M 拥有13个挂点，有效载荷约 9.5 吨，比较具有代表性的武器为流星超视距空对空导弹，极速4马赫，理论最大射程约200公里。美国的 F-35B 和 F-35C 目前拥有2个内置武器舱和6个外部挂点，内置武器舱内共设置了4个挂点，载荷约 2.6 吨，外部挂点的载荷约 6.8 吨。内置武器舱仅能容纳小型弹药，载弹量小是 F-35的弱势之一，而如果使用外部挂点，其隐身性能将大打折扣。F-35的火力不足问题，也是美国海军不肯放弃超级大黄蜂战斗机的主要原因之一。超级大黄蜂战斗机拥有11个挂点，有效载荷约8吨。美式舰载机比较具有代表性的武器主要包括 M120阿姆拉姆中程空对空导弹，理论最大射程在160公里以上，极速4马赫。其他代表性武器还包括鱼叉反舰导弹以及 AGM-158C 远程反舰导弹等等。美国的1-2虽然也具备一定的战力，但是其落伍的航电系统和性能表现已经不足以参与现代化的对抗，只能在非对称环境中找到一席之地。我国的歼15战斗机拥有12个挂点，可以配备霹雳12超视距空导弹，射程估计在100公里左右，极速4马赫。从综合性能来看，我国的歼15战斗机在机动性、作战半径、航电性能和火力配备等方面均十分优秀，整体的性能可以超越美国的超级大黄蜂战斗机。而 F-35的优势则在于其隐身性能，但是其弱势是火力不足，而一旦使用外部挂点，将会彻底暴露自身的目标。一旦被识别，我国的歼15凭借其优秀的机动能力，也完全不落下风，也可以凭借领先的作战半径和超视距武器，对目标进行先发制人的打击。美国舰载战斗机的主要优势在于数量和弹射起飞方式。一方面，其舰载战斗机的数量较多，通过弹射起飞也可以比滑跃式起飞携带更多的燃油和弹药。我国的歼15在性能上已经可以比肩欧美，在部分领域甚至更为先进。
目前的弱势，主要是舰载机数量相对较少，以及滑跃起飞方式造成的燃油消耗。而随着福建舰的问世，以及电子弹射方式的应用，这一问题将迎刃而解。随着舰载预警机的加入，歼15的空域搜索能力也将得到显著的提升，其优秀的作战实力也将得以淋漓尽致的发挥。以上是本集的全部内容，更多精彩视频，欢迎您在今日头条和西瓜视频搜索武器沙漏。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集再见。